湾因为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后，其实中国大陆的治权是脱钩的。我们理解的台湾的前途是，如果台湾作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等等的，我们会获得相对的利益。所以台湾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来撬动中国的地方的话，如果是承平时期，那就是商业上所说的大中华的概念。只要两岸敌对意识上来的时候，台湾就很受压迫感。可是呢，反过来想哦，其实中国在发达的时候，如果它持有台湾，真的是台湾是边陲之地还是发展之地呢？统一这件事情，它其实不取决于台湾人，因为我之前是小草，我会认为现在蓝白合它还是要继续走下去。我在乎的是蓝白合之后，我们有一条跟中国谈判的路，让我们能够更加保全自己的利益或者是生命安全。那统派可能有些想法就是之后要一国两制，那个是和平统一才有的条件。就现在的主要敌人是民进党台独嘛，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和大陆的战争，那我们就要发起对民进党的战争。那我是希望以后蓝白之间还是要多合作。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从台湾的历史严格来看，就是从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到后来的国民政府以及现在的民进党，其实台湾因为都是帝国主义遏制或者是侵略中国的一个经验基地，但是他从中得到了那些帝国主义的一些资源的输送也是不少。但是从台湾的角度来说，中国保持衰落，那台湾就能够从那些殖民的母国身上获得一些好处。那相反的，如果中国它发展起来，其实台湾的利用价值就会慢慢的变低。哪怕现在台湾还是作为一个美国的半殖民地存在，就是美国它在利用完台湾的价值之前，它是不会轻易抛弃台湾的。这可能也是台湾人和大陆人有很多分歧的一个原因所在，因为他的思想、他的文化，很多时候都是要受殖民者那边去操控。当然，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极端台独，就它本质上它是欺软怕硬、外强中干的。我不知道维持现状算不算台独啦，但这个算是一种态度嘛。我们就采取台湾人很喜欢讲的民主选举，假设台湾这边90%都是支持维持现状的，那大陆那边只要有60%的民意，他们是支持两岸统一的，那我觉得这个数量也是远远大过台湾人这边的数量。那你根据民主表决的原则，你是不是应该要少数服从多数？统一这件事情，它其实不取决于台湾人。接下来可能就是讲到统派吧，极端的，就是渴望套上狗链的一条狗。那维持现状的，它其实就只是一种态度、一种愿景啦。那统派可能有些想法就是之后要一国两制，或者是大陆再这样输送利益，帮助建设台湾。那个是和平统一可能才有的条件。这条路可能已经被我们自己走死了，这也是我们之后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之前是小草，我会认为现在蓝白合它还是要继续走下去，就现在的主要敌人是民进党台独嘛。那如果我们在互相的指责谩骂，这个其实改变不了事情。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和大陆的战争，那我们就要发起对民进党的战争。台湾地区我感觉就是没有经过改造的旧社会。其实大陆他们一路走过来是经过很漫长的斗争，不然他们以前可能100多年前，他们还是四分五裂，被很多帝国主义者在那边侵略。那他们为什么短短的几十年、100年，他们就突然就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就靠他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出来。那他们现在可能要回到历史的舞台，回到老大的位置。台湾现在离开中国，它可能就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它不是一个历史的常态。那现在随着中国崛起，它可能要随着那个惯性又被重新拿回去。你要么就全部都抗争到底，但台湾这边是办不到；要么你就是早点的认清这个事实。那你现在蓝白合，它其实目的也是这个。我在乎的是蓝白合之后，我们有一条跟中国谈判的路，这样我们可能能够更加好的保全自己的利益或者是生命安全。民政党的话，其实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绅士啊，是战士。因为你一昧的强调温良恭俭让，其实没有人会支持你。而且如果你不摆出战斗的姿态，他其实只会欺负你。那现在台湾它其实也朝到一个比较好的趋势吧，就台湾人不是说大家想的一样，都对这种民进党这样乱搞的局面都不为所动。其实我们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会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那我是希望以后蓝白之间还是要多合作。先讲那个台湾的历史特殊地位。台湾因为在这1894年甲午战争、1895年乙未割台，就是《马关条约》之后，其实基本上大多数时候跟中国大陆的治权是脱钩的。那所以其实这形塑了台湾的本土意识上出现两种断裂，一种是在民族情感上，即便在今天的这个显性的表态里面很少，但是如果你从生活中啊那种广义上的这种统派或者是他觉得你还是会相当比例的人啊，只是说因为现在政治不正确嘛，所以表态的人相对少一点。但整体来讲，我们理解的台湾的前途是，如果台湾作为一个帝国主义的马前卒，或者说作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等等的，我们会获得相对的利益。这一点从战后美国支持台湾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像有看到，从日本把台湾作为南洋前进基地，作为对中国的一后方的来建设，从农业台湾工业日本变成工业
业台湾、农业南亚这样的一个政策，好像看起来是有一些帮助在，但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极为巨大，因为台湾会去卷入到帝国主义或者是中国地缘政治当中了最激烈的那一面，也就是说，因为你是最突出的地方嘛，如果当军队不在大陆的时候，那你就是前线，这就是今天所谓第一岛链格局的一个状况。所以台湾其实如果作为一个帝国主义来撬动中国的一个地方的话，如果是承平时期，那就是商业上所说的大中华的概念。那台湾当然收获是很多，可是当只要两岸敌对意识上来的时候，台湾就很受压迫感。可是呢，反过来想哦，其实中国在发达的时候，如果它持有台湾，真的是台湾是边陲之地还是发展之地呢？台湾跟海南岛最大的不一样在于说，台湾是直面中国最精华的整个腹侧部，从上面的长江口一直延伸到珠江口，而中国的三大经济区里面，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有2个直接跟台湾的地缘相关。到了这个中法战争之后，1885年台湾建省，台湾当时发展的速度那之迅猛啊！所以到底是一个作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干涉的前缘对台湾发展比较有利，还是作为一个中国发展出海的前缘基地比较有利？可是在我看来哦，以目前西方渐渐的往下走，中国慢慢崛起已经溢出到第一岛链之外，台湾作为一个对中国极其特殊的地方，它被建设发展的一个比例其实是绝对存在。可是相应过来，那个台湾作为中国出海的最重要的基地，这样的一个经验，在清朝只有10年，然后就被割让。那接下来未来会不会呢？这我们就要去看北京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台湾在整个现行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视程度里面，是作为一个边陲治理，还是作为一个前进基地的繁荣治理？这是我们可以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啦。台湾的地缘绝对是海南岛没有办法完全比拟的。海南岛所处在的南海是个封闭的海域，台湾是个开阔的大洋，台湾就宛如中国的边疆上的海洋大门。什么叫中国三边论呢？这里面海南岛不直接对外，它是做后勤基地，但是台湾是直接出去，所以台湾的地位尤其重要。而台湾是中国崛起的最坏拼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台派独派的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没有办法直面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你面对中国崛起后的论述是什么？他们是没有的。所以统独在选举里面是假议题，但是在现实问题，在地缘政治中它是真命题。台湾对中国极具价值，是这样来的。我讲一下蓝白合的我的概念。黄国昌把民众党重新定调为一个台派本土的政党，在统独光谱上呢，它是台湾本土优先，但不追求强台独，而是以两岸交流和平为主，用这个路线去淘汰掉现在已经走上极独路线的民进党，非常合理。如果民进党通过某个事情要在野党包括民众党在两岸关系上明确表明立场和态度，你认为民众党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呢？其实现在就是民进党它只剩下统独议题这张牌啊。那我的看法是，民众党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跟他过多的纠缠，说你必须要把台独就是等于战争。那如果我们要避免战争，我们就是应该要去做我们自己要做的努力，不能够落入他的逻辑里面，那就是他的圈套嘛。蔡英文选的时候不是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吗？以后可能就是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我们就是要贯彻的一句话，就是民进党是要把我们这些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人拖向战争。那如果我们不希望战争发生的话，我们就要发起对他的战争。我觉得民众党其实只要强调一个，就是我们是台湾本土的政党。那对于两岸的态度呢，我们就是交流。其实民众党的人基本上不否认自己是华人，因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都会别国旗加柯 P 了，对不对？这很明确了嘛。